全能本，我有一台还比较喜欢的，我现在比较喜欢的就是这台机器，同事给我拿过来，就是这个雷蛇的这个凌刃14锐龙版啊。我手边的这台笔记本是雷蛇的凌刃14锐龙版。这台电脑很大胆，它把 AMD 旗舰级 R9 处理器加 RTX 3070显卡塞入了14英寸的机身里，同时还将厚度控制到了16.8毫米左右。一般这种配置只会出现在傻大黑粗的游戏本里，但是这台电脑居然把小尺寸和高性能这两个矛盾的属性结合在了一起。因为想实现高性能，势必要散热好，小尺寸的笔记本内部空间有限，散热通常只能妥协。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实际的表现又如何呢？看完本期视频，相信你能找到答案。我们照例从配置开始讲起。这台电脑搭载了 R9 5900HX 处理器，8核心16线程，独显示 RTX 3070 Laptop， 最大功耗为100瓦，内存 16GB 双通道 DDR4 3200兆赫兹，板载不可更换。固态硬盘是 1TB 的三星 PM981A。屏幕方面，它搭载了一块14英寸16:9比例 2K 分辨率165赫兹刷新率的 IPS 屏，标称100% DCI P3 广色域，同时自带出厂校色。它的参考价格为15999元。另外，它也有3080和3060的版本，价格分别为21999元和12999元。从配置表格可以看出，这台电脑的核心规格很高，并且呢，屏幕面板也是少见的14英寸 2K 165赫兹，而且还是广色域，整个看上去非常全能啊，同时兼顾便携、设计和游戏。确实有这么理想吗？我们接着往下看。下面来过一下这台电脑的外观。凌刃14锐龙版还是一股浓浓的蛇味儿。A 面是大大的雷蛇 logo， 会发光，信仰十足。AC 面均采用 CNC 一体成型的工艺，表面做了阳极氧化和喷砂处理，触感相当细腻，不会割手。这种磨砂材质的表面比较容易沾染指纹，好在用抹布就能擦掉，维护起来比那些类复制涂层的电脑轻松一些。C 面开机键位于右上角，虽然和旁边的按键有一定的压力区分，但是防误触效果比较差。键盘支持单键 RGB， 漏光控制得很好，不过键程有点短，上下方向键是半高大小，使用需要习惯。触控板的手感不错，无论是滑动还是点按都比较舒服，但键盘上没有组合快键关闭触控板，稍微有些不方便。地面底壳采用塑料材质，可能是出于减重的考虑，上下各有2条长脚垫，2个长方形的进风口处可以看到风扇。整机厚度为16.8毫米，机身重量1.78千克。作为一台 R9 加3070的机器，它的身材控制得相当苗条，体积上和主流价位的14英寸轻薄本差不多，重量也比传统的15英寸大屏全能本轻不少。不过这台电脑的适配器功率不小，230瓦，重量也有820克，都快赶上半个机身了。相比这么苗条的机身，这个小砖头带着有些累赘。接口部分，凌刃14锐龙版搭载了2个 USB-C， 2个 USB-A， 都是3.2正2速率。另外还有一个 HDMI 2.1 和一个3.5毫米的耳麦接口，接口数量偏少，不过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相比其他只有 Type-C 的全能本已经好不少了。需要注意的是，充电插头是一个直角，建议反过来插，否则会挡住下面这个 USB-A 口。下面进入实测环节，首先是屏幕。这块屏幕屏库网暂时还没有相关信息，应该是个新型号。它的实测色域容积为 100.9% 的 DCI P3， 色域覆盖为 97% 的 DCI P3。色准方面，它出厂自带了一个校色文件，以 DCI P3 为参考，平均调它以为 0.87， 最大调它以为 1.98； 以 sRGB 为参考，平均调它以为 0.99， 最大调它以为 2.3， 表现都非常不错。屏幕的最大亮度为340尼特，采用全亮度 DC 调光。响应时间方面，它的黑白响应时间为10毫秒，灰阶响应时间为15.2毫秒，表现良好。在14寸的笔记本里，这块屏幕参数很少见，对于部分想同时兼顾便携加高分辨率加高刷新率需求的用户，应该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下面进入性能实测。CPU 部分，这台电脑搭载了 R9 5900HX， 在 Cinebench R20的循环测试中，凌刃14的分数基本能稳定在5000分。跑分时，除了第一次功耗稍高，后续功耗都维持在65瓦左右，频率维持在 3.95G 赫兹，在这个体型的电脑里是表现得非常不错的。然后是显卡，这台电脑搭载了最高100瓦的 RTX 3070，由80瓦的基础功耗加10瓦的 CTGP 和10瓦的动态功耗增强组成。理论跑分部分，100瓦的3070性能大约是140瓦满血3070的 87%， 相比130瓦的3060则强出了 10% 左右。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际表现。首先是网游， 2K 分辨率下 Dota 2平均120帧， CSGO 198帧，帧数偏低。如果换成 1080P， 那帧数的表现会提高一些，但是表现不如类似配置的其他机型。单机大作部分， 2K 分辨率下，除了古墓丽影跑到了81帧以外，其他游戏均没有达到60帧及格线。降低到 1080P 后，情况好了不少，基本都能流畅玩了。当然了，
如果想要在 2K 分辨率下玩的话，其实也可以选择降低特效或者开启 DLSS， 这些办法都能适当提升帧数。测完传统游戏项目，我们这次加测了一款新推出的武侠生存竞技游戏《永劫无间》。它的设定有点意思啊，类似于将武侠游戏的玩法结合进毒圈吃鸡的竞技方式里。值得一提的是，《永劫无间》是通过 Unity 引擎制作的，是第一款支持 NVIDIA DLSS 技术的 Unity 游戏。人物设计也比较精美，捏脸的自由度很高，甚至能把这个光头捏成猪王的样子。言归正传，这次我们开启0忍14的 2K 分辨率，特效预设调到极高 ，DLSS 开启质量档。0忍14锐龙版最高帧数105，最低25，平均71.2帧，能够全程保持流畅。如果你想要配合电竞屏达到更高的帧数，那可以选择酌情降低特效，或者将 DLSS 开启自动或者性能档。后续我们还会用不同配置的游戏本实测《永劫无间》，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关注我们。最近这段时间我自己也有在玩这个游戏 ，ID 贴在这里了。如果你碰巧也在玩，那咱们加个好友一起吧。除了游戏之外，这台电脑的体型和屏幕也适合兼顾一些创意设计类的工作。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它在 Adobe 3件套中的成绩。其中 PS 786分 ，AE 1022分 ，PR 616分，这个成绩是完全不输我们之前测试过的2台16英寸的 Creator PC 的。当然了，它和追求性能的大屏游戏本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主要还是适合应付一些中轻度的内容创作工作。总的来说，0忍14锐龙版的性能表现在这个尺寸的机型里还算不错的。比较可惜的是，这台电脑没有搭载独显智联，混合输出限制了它的发挥。如果你更追求稳定的游戏帧率，传统的大尺寸游戏本会更适合你。那如果你更在乎电脑的便携性，又希望笔记本同时兼顾工作和游戏，那这台电脑你应该会比较心水。接下来进入拆解环节，0忍14锐龙版的拆解不难，卸下底面的所有螺丝即可揭开后盖，而且内部没有卡扣，好评。内部整体的布局还是比较简洁的，下方是61.5瓦时的电池，实测 PC Mark 时的现代办公续航成绩为8小时48分钟。相对于它的独显加高分屏的配置来说，这个续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它的内存是板载的 16GB DDR4 3200兆赫兹，从跑分来看是 2BG 内存，性能上和单面颗粒的插槽内存是一样的。固态硬盘是1TB 的三星 PM981A， 实测跑分看图。无线网卡是 AX210， 支持 WiFi 6E。然后是散热模组，可以看出它采用了双风扇加大面积 VC 均热板的散热设计，整个散热模组覆盖内部1半多的空间，扇叶也很密集，可以看出雷蛇确实在散热上下了功夫。接下来咱们就用烤机来实测检验一下，室温25度，单烤 FPU，CPU 的温度维持在100度，功耗68瓦，频率 3.9G 赫兹。单烤显卡 RTX 3070触发了动态功耗增强，功耗100瓦，温度72度，频率1485兆赫兹。双烤 CPU 温度99.5度，功耗45瓦，频率 3.5G 赫兹。显卡温度76.6度，功耗90瓦，频率1470兆赫兹。可以看出0忍14的性能释放非常激进。不过，相比于激进的功耗表现，0忍14的表面温度控制就比较一般了啊。键帽的最高温度达到了47.7度，键盘中部很大一片区域都在45度以上。WASD 倒是比较凉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左右掌托都达到了37度，高负载下连手腕都有明显的热感。这个问题在上一代的机型上就已经存在了，这一代依旧出现。看来大家调侃的烧烤煎炸蛇名号还得再背1年啊。噪音部分，它的满载人为分贝值为51.5分贝，在全能本里偏高，接近游戏本的水平。总的来说，得益于采用大面积的 VC 均热板，同时风扇扇叶也足够多，带来更大的进风量，0忍14锐龙版的散热表现不错。双烤下45瓦加90瓦的性能释放，在14英寸的笔记本里非常出色，甚至比某些大尺寸的全能本还要好。不过 CPU 核心温度比较高，维持45瓦已经是极限了。好了，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相信对这台机器有一定的了解。按照惯例，这里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先说优点，第一，屏幕素质优秀。这台电脑在14英寸里搭载了少见的 2K 165赫兹屏，同时还支持广色域，实测色域、色准的表现都比较不错，应付游戏设计完全没有问题。第二，性能释放较强。这台电脑在14英寸的机身里实现了45加90瓦的性能释放，在我们测试过的型号里暂时还没有对手。同样尺寸下，性能释放较好的幻14也只达到了55加60瓦，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 ThinkBook 16P 这种大尺寸全能本了，表现相当出色。第三，同配置下厚度、重量和长宽尺寸控制得好。这台电脑采用了 R9 加3070的配置，同样配置通常都是一些15英寸、16英寸的游戏本，这台电脑只有14英寸，而且机身厚度才17毫米，重量1.8千克，还支持霹雳充电，整体便携性很高。聊完了这台电脑的优点，自然也要说一下它的缺点。第一，内存为板载，无法升级。0忍14锐龙版的性能释放很猛，但是全系仅标配16GB 内存，而且均为板载，不可升级。
目前16G 内存玩游戏基本够用了，但如果要运行一些比较吃内存容量的应用，比如说重度视频后期工作，那16G 内存可能就会成为瓶颈。第二，键盘键程较短，这台电脑的机身很薄，键盘的键程只能做得很短，而且呢按压反馈比较糟糕，实际码字的时候简直就是在敲钢板。像我这种需要长时间进行文字工作的用户就会比较痛苦。第三，没有独显智联功能。凌刃14锐龙版内屏只支持混合输出，高帧率游戏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对于一台主打性能的全能本来说，这点是比较遗憾的。总的来说，雷蛇凌刃14这台电脑的整体表现是比较出色的。综合体积、重量来看，我觉得这才是最名副其实的轻薄游戏本。曾经一讲到雷蛇笔记本，我下意识只会觉得它的做工好、外观别致，并不会对散热和性能抱有期待。而这台电脑颠覆了我对它的刻板印象，特别是在内部结构上，相比前几代的马虎应付，新的凌刃14锐龙版换上了 VC 均热板，增加了扇叶数量，提升了整体的散热表现，让高性能加轻薄的组合成为了可能。这台电脑有3个配置，从价格和性能提升幅度考虑 ，R9 加3070的版本是最值得购买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配置高加性能强加小尺寸的代价就是贵，预算不足的话还是不要勉强自己。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可以关注比巴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每天都会在里面点评一款电脑。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交流买本心得，帮助电脑小白。这是比巴评测室，我是猪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